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因为缺钱，社会上或已经发生了5个明显变化。小王在休息的时候和同事2个人在聊天，说起了现在的经济情况。小王唉声叹气地说，我现在也不敢搞什么投资了，几乎挣的钱，除了日常用的，大多数都是存起来了。我觉得这样更有安全感。小王的同事也点了点头说，是啊，我和我的老婆在花钱这方面和以前相比是比不了了。现在我们2个人都有意去存钱，再者我们2个人之后可能想要孩子，钱存起来更有安全感。其实，在早几年之前，大多数的年轻人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人，在存钱这方面意愿并不大。不过，现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即使是存款的利率并不是很高，居民也愿意存款，每年存款的数额都在增加。而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当下的经济情况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缺钱了，所以出现了这样比较反常的现象。其实因为缺钱，现如今社会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5个变化。那么具体是哪5个变化呢？一、为什么钱越来越难挣？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现在的钱越来越难挣了呢？第一点，我们国家的人口在减少。从现有的消息中，我们能够得知，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在下降，而这对大环境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经济方面，因为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是有一定人口红利的。之前钱比较好赚，就是因为有人口红利带动，因为有了孩子会有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比如游乐园或者是母婴产业，以及零食和游戏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孩子所提供的一些行业，即使是创业也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孩子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不一样的需求的，有消费就会有行业的出现，也就会有经济的增长。与孩子有密切关联的产业几乎都会有钱挣。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甚至是结婚了也会选择做丁克，所以孩子数量减少了，围绕着孩子而形成的产业红利也就下降了，钱自然就变得难挣了很多。第二点，互联网的发展让电商有了充足的发展机会。很多年前我们购物的形式只有一种，就是去线下买东西，买的东西会比较贵，是因为成本较高。而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电商网上购物成为了主要的购物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同时也是另一种行业的兴起。而电商对实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还有直播带货的价格战还特别卷，所以导致现在的钱变得更加难挣了。可能有的人抓住了风口，这个钱也就挣上了。但是作为只了解实体经济的人来说，想要挣钱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第三点，时代不一样了。关于挣钱与否这件事情，肯定与大环境是有关的。不同的时代挣钱的方式不一样，挣的多少也是不同的。从我们国家现在的环境上来讲，经济增长放缓，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挣钱都没有以前那么好挣了。虽然经济仍然在发展，但是属于低速发展的过程中，速度降下来了，红利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了。在这个经济自然周期内，可能想要挣钱就变得难了很多。也正是因为缺钱以及各种因素，导致现在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5个变化。5个明显变化。第一个变化，存款利率不高，依旧有很多人存钱。每一个人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生活在新时代的人在消费观念上更倾向于享受当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存钱的想法，挣多少花多少，更愿意享受当下花钱所带来的一种快乐。但是在近2年来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人们更愿意把钱存进银行。存钱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比较在乎存款利率，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存款利率比较高的可靠银行。但是近2年，大多数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属于下降的趋势，与之前相比是下降了不少。可是现在大多数人存钱已经不在乎这件事情了，所以也就出现了存款利率持续下降，但居民依旧愿意存钱。就像小王这种情况，小王虽然现在是独身一个人，也没什么身体问题，
但是还是觉得将钱存进银行，避免资金上的风险更好一些。因为了解到了现在市场的行情，无论是投资还是做生意，风险相对都比较大。而银行的存款利率属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即使是与前些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依然是更稳妥的方式。第二个变化，楼市的政策倾向于消费者，但消费者不愿意买房。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家，而有家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样的理念熏陶之下，大多数人努力奋斗一辈子都是希望能够在所生活的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但是房价年年攀升，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或者是二线城市，可能奋斗一辈子也才能买个房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全款买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买房的这条路上，有些人依旧在坚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不再买房了。而房产市场为了能够刺激消费，有很多政策上的调整，比如有各种各样的优惠，也没有限购，连银行也跟着下调了贷款利率。但是这些并没有打动消费者，消费者购房的欲望一直都非常低。这也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已经不看好这方面的市场了。第三个变化，行业开始促销降价，消费者也不愿意消费了。关于各行各业都开始促销降价，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汽车。现如今汽车已经出现了大的降价潮，这种降价潮对于原本想买车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看到这样的降价，很多原本想要买车的人反倒不想买了，觉得想要观望一下。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即使产品降价了，消费者也不想买了，而是想要再等一等。既然你能够降价一次，那么也有可能会降价第二次。再者考虑到现金放在手里可能要比消耗品更好一些，所以即使是商品降价了，买的人也并不一定会很多。第四个变化，体制内工作也变得不是很稳定了。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关于工作一定是体制内的工作是最稳定的，考上了体制内就相当于拥有了铁饭碗，这一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并不是如此，因为已经出现了体制编制带头精简的情况，而这种政策也正在逐步的实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财政出现的紧张，所以为了实现收支平衡，开始精简人员。这也就从侧面反映出了，即使是被认为铁饭碗的体内编制，也可能不再是一辈子的铁饭碗。第五个变化，找工作难和没人用同时存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在逐年的增长，而大学生就业的情况是比较严峻的，几乎有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工作，而是选择继续读书或者是考体制内。即使是选择找工作了，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因为现在的工作岗位完全不够用。但是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又出现了没有人用的情况，比如在我国的建筑业或者是卡车司机等行业几乎是找不到可用的人的。所以现在比较缺的是有技术的工人，而并非是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大学生。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找工作比较难，但是企业也没有人用。当然，在面对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整体的经济虽然处于低速发展的情况，但是依旧是有解决办法的。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现有的经济情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3. 面对现在的经济情况，我们怎么做？首先，不要让自己有负债。其实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应该注意不要让自己有负债，因为负债可能会越滚越多。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可以尽量减少自己的支出，不要有负债。因为在有负债的情况之下，自己的行动也会变得困难。一旦失去了稳定的来源，将会有很大的压力。其次，不要过于注重投资。现在有很多人不会留有现金在手，而是选择用自己的钱去做大的投资。但是这种情况相对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理财并不等于储存。
所以还是要尽量谨慎一些。结语：现在挣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也就导致人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也发生了5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我们促成了这样的变化。面对现有的经济情况，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一天，经济状况同样也是如此。